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。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中欧之旅，来看看音乐之都、帝国之都——奥地利首都维也纳。维也纳历史其实很悠久，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个防卫北方日耳曼蛮族的边塞城市。真正让它登上世界舞台 C 位的是大名鼎鼎的哈布斯堡王朝。从13世纪开始，哈布斯堡家族就一直苦心经营着奥地利。从16世纪开始，维也纳就一直是神圣罗马哈布斯堡王朝的绝对核心，后来也是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首都。维也纳的景点主要有两块，一块是老城区，还有就是城外的美泉宫。咱们先来看看维也纳最著名的地标美泉宫。美泉宫原来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夏宫，纯纯的奢华巴洛克风，也是欧洲最亮的皇家宫殿之一。茜茜公主的老公奥匈帝国约瑟夫一世就在这里出生的。美泉宫主打一个金色和黑色，哈布斯堡家族的代表色。宫殿里一共有1441个房间，其中45间开放。据说本来美泉宫设计的时候是要超过凡尔赛宫，争个欧洲第一大的，结果不幸创业未办花光预算，只能屈居第二。不过就这样已经很震撼了。宫殿里面就不多说了，极尽欧洲王室的奢华风。美泉宫免费的大花园也很漂亮，尤其是那座巨大的海神喷泉和凯旋门，都是一定要打卡的。凯旋门在山顶上，一定要上2层，上面的观景平台看整个美泉宫和维也纳，视野很好。凯旋门里还有个咖啡馆，可以体验一下和茜茜公主约瑟夫同样地点不同时间喝咖啡的感觉。看完美泉宫，下面就是去逛一逛维也纳内城了。内城的环城大道基本就是内城的边界。这个环城大道在当年维也纳城墙的位置，1857年约瑟夫一世搞发展，一声令下把城墙拆了，建了这条环城大道。内城里的景点很多，咱们先去看看霍夫堡皇宫。这里原来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东宫，用了有600多年，现在是奥地利总统府。霍夫堡皇宫很大一片，皇家公寓、银器博物馆都可以好好看看。里面还有个茜茜公主博物馆，有当年茜茜公主的衣服、珠宝、雨伞、手套等等300多件，可以好好感受一下。这里推荐大家买个茜茜联票，包括美泉宫环线、霍夫堡和家具博物馆，不光省银子，还不用排队。霍夫堡宫东边连着的是奥地利国家图书馆。这个图书馆也不简单，最早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家图书馆，后来在18世纪扩建，成了现在这个美轮美奂的巴洛克风杰作。里面除了书，还有各种大音乐家的乐谱手稿，比如莫扎特、贝多芬和海顿等等。图书馆是可以进去参观的，至少去看看那个很震撼的主厅，壁画、雕塑和各种装饰，恢宏华丽。从国家图书馆出来，往东北走几分钟，就到了圣斯蒂芬大教堂。这座教堂是维也纳的地标，600多岁了，在维也纳的正中心，高高的哥特式的尖塔一柱擎天，还有标志性的彩色的屋顶，很有辨识度。教堂里面也很有气势，巨大的管风琴和华丽丽的祭坛。教堂的塔楼是可以上去的，北塔有电梯，但只到68米。南塔要爬343级小台阶，但是有136米，视野好很多，大家可以量力而行。在上面可以俯瞰维也纳的天际线和远处的维也纳森林。霍夫堡宫西南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也是个好地方，世界顶级艺术博物馆之一，藏品先不说，光是博物馆本身就很漂亮，一定惊艳到你的那种。博物馆的藏品很多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宝贝，包括伦勃朗、维米尔和鲁本斯这些大家的作品，喜欢艺术的同学不要错过。下一站，咱们去维也纳的国家歌剧院看看，毕竟是音乐之都嘛。这座歌剧院是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，上演各种歌剧和芭蕾舞剧。如果您对古典音乐感兴趣，一定要提前订票，体验一场正宗的维也纳歌剧。即使不看演出，也很可以去感受一下歌剧院的外观和内饰，
尤其是里面华丽的楼梯和大厅。说到音乐，那肯定要提一下维也纳音乐协会，里面有国人都听说过的维也纳金色大厅。这里是世界顶级音乐厅之一，1869年建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主场场地。金色大厅是维也纳音乐文化的地标之一，据说这里的音响效果是世界上最好的，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顶级的音乐体验。如果赶上新年，那一定不要错过这里爱乐乐团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。剩下的时间可以在内城随意走走，逛逛一些小众景点。内城西边那一片有维也纳市政厅和市政厅广场，都很值得一看。还有旁边的国会大厦和人民公园、英雄广场，都是很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。除了内城和美泉宫，维也纳还有个美景宫也好玩的。美景宫比美泉宫小，野心一些，是当年的欧根亲王的王府。这里其实有2座宫殿，上美景宫和下美景宫，中间是个休闲拍照的大花园。2座宫殿都是很漂亮的巴洛克建筑，现在都是博物馆，所以可以一边参观当年王公贵族的房间，一边艺术熏陶一下。喜欢登高看景的同学，除了圣斯蒂芬教堂的塔楼以外，还有2个地方一定要去。一个是多瑙塔，在多瑙河东岸，252米高，奥地利最高的建筑。多瑙塔上午去比较好，从上面的观景台往西远眺多瑙河和内城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顶。还有一个就是在城外维也纳森林东北坡上的卡伦山，海拔484米高，山顶有个咖啡馆，视野最好，可以俯瞰维也纳和多瑙河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市区的红屋顶、圣斯蒂芬大教堂、蜿蜒的多瑙河尽收眼底。和其他中欧城市差不多，维也纳也是4季分明，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魅力。行程上至少要安排2天时间，1天美泉宫，1天内城。多1天更好，卡伦山和美景宫不去也是挺遗憾的。维也纳的交通完全不是问题，飞机、火车或者多瑙河邮轮都可以到。市内交通也很方便。维也纳的美食和德国捷克都是一个路数，都是硬菜。比如维也纳炸猪排和德国的挺像，外酥里嫩，搭配土豆沙拉或酸菜，错不了。还有奥地利国菜清炖牛肉，据说是约瑟夫和西西公主的最爱，卖相一般，但是汤很鲜，肉很好吃。有一家连锁餐馆 Prosciutto， 这个是拿手菜。甜点首推著名的萨赫蛋糕，巧克力蛋糕配上杏酱，再搭配一杯维也纳咖啡，完美组合。说到咖啡，维也纳的咖啡馆文化也非常有名，比如中央咖啡馆和德梅尔咖啡馆，都是品味维也纳历史与文化的好去处。维也纳是个大城市，住宿选择很多，而且和欧洲其他城市比是很安全的。住在内城里逛景点很方便，历史感也足，比如萨赫酒店、萨赫蛋糕的老家，当然也比较豪。内城的环城大道附近的酒店新一些，交通、吃吃喝喝、买东西也都方便。除了第10区的罗伊曼广场附近据说有些杂乱以外，其他地方都很好。好了，今天的维也纳之旅就到这里了。希望大家喜欢这座充满历史、文化和音乐的城市。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